我们现在到沧州火车站了啊，小生一会儿要去坐火车了，他要去秦皇岛，因为他的房车在秦皇岛停的呢，所以他去取车，然后回来我们再会合一起玩啊。这短暂的相见又分别了，过2天又要会合了哈。然后我呢去沧州找个 4S 店，把我那个前杠换了，好几天了，不能一直拖的嘛，是吧？正好换一下也得4、5天时间，因为他要从厂家预定过来还要喷漆，所以我把车放到 4S 店，然后我去天津去玩去了。我们再见的话就是在天津了啊，在天津，拜拜。从这儿到天津的话，正好100公里，42块钱高速费。好，出发吧。开车1个半小时，现在到天津的别克 4S 店了。这地方是个汽车园呀，好几家这个 4S 店的。车就放在 4S 店这里了，可能要放好几天呢。这几天我都没有车开了，正好在天津玩一下。哎呀，1个礼拜左右吧。事儿倒是不大，主要是耽误时间，耽误功夫呢。这个人撞了我的车，我真是气死了。到现在，为了一个保险杠1、2千块钱，耽误我好几天时间。时间就是金钱呀！我现在骑个共享单车去地铁站啊，在天津呢，其实也不用开车，出门坐地铁就行了。这里地铁站还有好几公里呢。坐地铁去啊，去市中心转一转。红旗南路自动机上面买个票。哎呀，天津的地铁线也这么多条呢啊！你看这个线路，市中心在哪里呢？天津站那里啊。我现在坐3号线过去。3号线我坐到这个金湾广场吧，这个地方是什么意大利风情街，3块钱，扫码支付。车来了，先下后上，人不是很多啊，3点多现在。我刚才还顺便理了个头发呢，是不是理得太短了？这边看到有双层的敞篷巴士呢，我打算坐这个啊去转一下。这个30块钱1个人，它分白天和晚上呢，白天是30，晚上就变成50了。坐这个车也是不便宜呢啊，排队的人还挺多。这个车得坐2层呢啊，1层没有人坐，找一个我坐最后吧，最后这个位置比较好。哎呀，这个观景的效果啊，看这视野。开车了，敞篷公交车，幸好现在太阳不怎么晒了，你要白天来的话晒死了。如果是第一次来天津旅游的话，坐这个大巴车观光还是挺好的，因为这个车的路线是围绕着一些天津的著名景点在走，我们可以边走边看，对天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啊。而且车上是有一个讲解员的，每次路过这些景点，他都会简单的介绍一下，这样让我们可以快速的对天津有一个基本认识啊。车型前方红色尖顶子的建筑叫做钟乳楼，这是意大利风情街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右手边这条道叫做自由道，在自由道的2侧坐落着许多的酒吧，因此也称它为酒吧一条街。车型右前方奇珍新泰这座小楼，原是英华绸缎的老板胡炳旺的旧居。自行车，德云社，天津德云社。这是海河，天津的母亲河。这条河的两岸都是各种有名的建筑啊，两岸的风景也是很优美。看这里围了很多人，他们在看跳水呢。喜欢游泳的人会站在桥上往海河里跳，
看吸引了这么多人来看呢。前面这个像彩虹一样的拱形桥，它叫金刚桥，最早的时候是袁世凯修建的啊，后来不堪重负就重修了，现在是把它修成上下双层的了，全长600米，宽度是15米。海河上面有非常多的桥，每一个都特别漂亮。有一艘船过去了，这海河上还可以坐游船游览呢，改天我也坐一下吧。大家看，走在这桥上面是观看海河两岸风景的最佳位置啊。两岸的高楼非常整齐，给人一种很现代化的感觉啊。而且岸边呢还有很多这种法式风情、意式风情的小洋楼，感觉又古典又浪漫又现代化呀，糅合了很多建筑风格啊。整个摩天轮直径110米，最高点距地面120米，相当于35层楼那么高。大家看前面有一座桥，这个桥有个特点，就是有很多的狮子，栏杆上、桥墩子上、过道上全都是狮子，没有人能数得清这座桥上到底有多少个狮子啊！看左边这条路堵车了啊，哇，塞了这么多车。在天津这种大城市里面，还是坐地铁比较方便啊，开车的话又不好停车，又堵车，太耽误事儿了。怪不得这里堵车，原来对面就是古文化街，这是一个步行街，也是一个景点，很多天津的小吃、特色美食，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。前面这个楼里面也是卖各种小吃的，但本地人都不去啊，都是外地人去的多。看右前方有一个挺有个性的楼，它有4条腿朝向天空，就像一把椅子倒过来一样，挺个性啊。它现在是一个酒店。看前边有一个摩天大楼，那个据说是天津的第1高楼，也是在海河边的。镜头拉近一点，我们看看细节。它这个楼其实是多边形的，你看它这个边上是锯齿状的啊，就像书本在翻页一样，非常形象啊。巨大的钟是天津站的标志性建筑狮子钟。2000年的时候，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，北京建立狮子团，天津建立狮子钟，把上方顶着一个太阳，下方画一个月亮，同样也是最初。转了一圈40分钟左右啊。但现在下面排队的人更多了，晚上排队的更多啊，因为夜景更好看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到天津了啊，今天去看航母呢。看我后面停的一个巨大的船，这个就是航空母舰啊。超大！我曾经去看过潜艇，看过导弹驱逐舰，还没有看过航母呢。哇，难得的机会啊！这个航母是从俄罗斯拖回来的，为了把它
拖回来呀，走过大西洋，绕过好望角，穿过马六甲海峡，走了102天才把它拖到天津来的啊。走吧，小森，咱们上去看一看，好呀，开开眼界。好的，这里门票是220块钱啊，我和小森上去看，走。走。现在就要登上航母了，入口在这个地方。哇，走到它跟前才能看出这个航母非常的壮观呀。它的全长273米，它的高度61米。从这个甲板开始算啊，这上面有8层，甲板下面还有9层呢。哇，真是一个海上移动的巨无霸呢。现在咱们就上去看一看啊，太激动了。今天的游客特别多呀，大家往那个后面看，看那边还有表演呢，都坐在那里观看。看完了一会儿就全要来航母这里参观啊，全是人。从这里就进入航母啦，哇，好好看一看啊，这里面确实是非常的大，会走的迷路呢。看啊，这里有个示意图。现在我们可以参观的就是4层，这是5甲、3甲、2甲，还有上面的甲板，还有这个舰岛。我们一上来就在5甲的地方呢，一层一层的看啊。这个机舱里面是放的战斗机的啊，看这里呢放了好几架。这个是美国的隐形战斗机。它之所以长得这么奇怪，是因为它是隐形的啊，可以吸收反射雷达波的。美国那个 F-117A 战斗机，这都是模型，不是真的。然后这个也是美国的那个眼镜蛇武装直升机。哇，看前面这个涂装就像鲨鱼的嘴一样。下面挂弹的呢，挂的这么多导弹，空对空导弹。哇，螺旋桨都这么大呢。这是1:1的模型啊。然后这边就是咱们中国的歼10了，歼10是我们的以前主力战机啊，第3代的战机。下面也是挂弹的呢，虽然是模型啊，但它是1:1，这个大小都一样的。现场看还是很震撼的。最关键是把这些飞机全都装在这船上了，你说这船得有多大？哇！而且这个战斗的时候啊，还要把它运送到甲板上去。它是有电梯的，可以把它升上去。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运到这个机库里面来。小森，快看，这里有一个鱼雷啊！这个鱼雷也是超级长的。你看这里后面还带这个螺旋桨的，然后再看这边才壮观呢。哇，这一排的导弹排列在这里啊！这个是玄武岩重型导弹，也是船上威力最大的这个导弹。它的射程550公里，速度2马赫。这个船是1975年建好的啊，然后1994年退役的，2000年的时候运到我们中国的啊，现在是开放成旅游景区了。你看这个鱼雷这下面有一个旋转的这个啊，这个就是给鱼雷掉头的。平时比如说它是这样子放的，想让它这样竖着放。下面这有个支架把它拖住，然后就旋转，跟那个火车头掉头是一样的啊。这里挂了好几个导弹啊，这也是玄武岩导弹。刚才在上面看的那个可能是发射架那个桶，这导弹可能平时放在那桶里面，发射的时候就拿出来了。我猜的啊。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升降的啊，你看导弹放在这里，这是个电梯。就可以把它运送到那个上面去，应该是干这个用的。哇，这个导弹真的是非常巨大呀！不过这也都是模型，人家卖给我们的时候，把这些导弹全都拆掉了，光卖给我们一个空壳，知道吗？这里面全都被拆得空空的了，因为很多军事秘密嘛，不想让我们知道。不能泄露。现在去看看作战指挥中心。这里面是整个航母的神经中枢啊！哇，舰长就在这里面呢，指挥呢。你看这么多仪表啊，小森能不能看懂这些仪表干啥的呢？请叫我李船长。船长，有敌机来犯怎么办？打他，攻击。你看舰长应该是这个嘛，坐着的这个，
不是在前面，船长在那边。哦，怎么这么多这个机器呢？这里有那个雷达。哦，船长在这里下命令呢。你看，船长平时就在这里发号施令啊。然后其他的工作人员盯着这些屏幕仪器，监测各项数据啊。大海呀！妈呀，这些机器咱们都不知道干啥呢。拍一下我。呀，你还挺休闲呀，坐在这里。大海呀，我是管理船长的。你是船长背后的女人。我是管理你们的。这个应该是雷达机器，正在这扫描呢，有对空的、对海的。啊，你看这个上面的按钮还在闪呢。来，发射一个导弹。好的，好的，船长。发射 ，fire in the hole。看到了吗？把地。现在到了对空的导弹库了啊，我们看看这个导弹是放在什么地方的。哎呀，它这样，你看是这样竖着放的这个导弹。对。对空的嘛，要往空中发射呢。它是提前就这样竖的放好了，需要发射的时候，那上面的盖子一打开，嗖一下就出去了啊。嗖一下。主要是对那些对敌人的飞机的。看这一排能放好几个导弹呢，这是放的那个架子，用完了以后它就自动填充了啊。这个是弹药室检测记录室啊，这船上很多的导弹之类的。要监视他们的这些状态，万一在这船里面发生爆炸就不行了。通过这些仪器来检测的。现在到机组舱里面看一看，这个地方就是给航母提供动力的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么大的航母，它是烧锅炉的啊。前后呢一共有8个锅炉，4台蒸汽轮机，总功率20万马力啊。相当于2000辆轿车的总功率。大家快看，对面这就是锅炉啊！哇，这个给整个船提供动力的锅炉，这里一共有4个锅炉，编号的呢。很难想象吧？这么大的船烧锅炉的。那现在呢，人家都是靠核动力什么的啊。烧锅炉它就要烧油嘛，这是烧的重油，一烧的话就会烟囱里冒烟。人家很远的地方就发现它了。这里有2个锅炉，然后这个房间里还有2个锅炉，相互之间就长这个样子的啊，非常多的管道。动力系统。这个房间就是控制这个锅炉的总控制室啊，这么多仪表就控制那4台锅炉，什么时候需要加压，什么时候要添燃料，就在这里控制的。这么多仪表啊什么的啊。来，小陈照一下这个仪表，全都是俄罗斯的字啊！你看，这些字母全都是俄罗斯的。看不懂吗？看不懂。啊，这么多这个仪表盘呢，烧锅炉也是需要技术的啊。技术工种，把着那个机轮烧不好还爆炸了的。有可能。这个是船上官兵的生活区，这船上一共有1400多个官兵呢，他们平时的衣食住行是什么样的啊？这个是厨房啊，做饭的地方。这是案台，在这里切菜呀、和面呀，然后旁边都是大锅，煮各种肉啊、菜呀、面啊，要给1400多个人做饭呢啊，这工程量也是不小呢。前面是他们生活区，就是住宿的地方。看看他们睡觉睡在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这是上下铺啊，这不跟我们大学宿舍是一样的吗？上下铺。呀，这里面还可以睡人。这2排呢，反正是比较短啊。这身高太高的人，他肯定是睡不开的。我不建议你现在。然后这边是洗漱室，洗脸啊、刷牙，然后后面是卫生间。船上还可以蒸桑拿呢，桑拿间。哎呀，在这里下班以后蒸个桑拿还是挺不错的啊。小森，我们这半天啊都在航母的肚子里面转呢，还没有上甲板呢。走，到甲板看看去。穿过这里就到甲板了。哇，这上面才宽阔呢啊！像不像泰坦尼克号这里？对对，这可比泰坦尼克号大多了。
这样吧，我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下个视频带大家到这个甲板和中间的舰岛上转一转啊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天津，今天参观这个航母呢啊。天津这里有个航母公园，这个航母以前是俄罗斯的那个基辅号，后来被我们买了就运回来了啊。现在在这个甲板上呢，哎，往这边看，哇，那个是航母的舰岛啊。上个视频带大家去这个航母肚子里面看了啊，这个视频呢，在这个甲板和这个舰岛转一转。然后你，哎，小生，你看这个甲板上。你看这么多这个钉子，据说这个钉子特别的贵啊，这一个钉子就可以换一个小汽车呢。太贵了吧这个？对，你看这甲板上它不是平的，它有非常多的这种钉子。哦。可以起降飞机的。哦，怪不得。这个舰岛也是可以上去看的啊，它一共有8层呢。这个甲板下面是9层，这上面是8层，一共是17层，高度啊61米呢。这个船上一共有官兵1400人啊，甲板呀特别的大。我呀是这样吧，先去船头，从船头走到船尾啊，看看这个船上有些什么东西。你看这里就是那个防空导弹，这上面全是导弹呀。这就是航母的船头位置了啊，从这个船头呢看一下整个航母。哇，这个宽度啊56米。长度是273米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航母的船头放了很多的武器啊，这种导弹。但是我印象中，这个航母的前面不是飞行甲板吗？起降飞机的那种啊，它这放了这么多的武器，这飞机怎么起飞呀？我不知道这是我们买回来以后改装的呢，还是说人家以前就这么设计的呢？你看我们改装的那个辽宁舰，它前面就全都是跑道。没有这些阻挡的东西啊，不然飞机无法起飞，这航母就没有战斗力了。它这个航母是70年设计的，75年建好的，那时候设计理念估计不太先进吧。然后大家看这里有很多炮管，这个是发射反潜的那个导弹的，发现敌人的潜艇就从这里发射出去导弹啊。然后这2个呢，也是反潜的那个导弹啊。它也可以打击敌人的水面上的舰艇，也可以打击水里面的潜艇，是多功能的。然后后面呢是一个主炮，还有2个炮管的啊，每分钟能发射100个子弹呢。它因为射速快，就可以对付空中的飞机，也可以打击岸上的目标啊，所以也是多功能的。然后我们看这里有那个机器盖啥的。这就是补充这些弹药的啊，这些飞弹发射完了，从这里就升上来，然后继续补充，继续发射。这下面呢还铺了很多的轨道，这是运送这些弹药的。这里有2个对舰导弹啊，这个是那个威力巨大的嘛，刚才在机库里已经看见了。哦，这里有2个打开的，我们过去看一看。这外面的壳啊是发射架。里面的才是真正的导弹。哇，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真的是好大一个啊！这都是模型，可以摸一摸。这个是反舰导弹啊，这个导弹的比较大。刚才在机库里面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导弹，然后那里有2个对空导弹，那个是中程导弹啊，它的射程35公里，速度1.7马赫。主要是打击空中的飞机的。现在走到船尾了，一路上过来的时候啊，看到有好多这个圆形的停机坪。看到这个以后，我好像明白了，它前面为什么没有设计那个跑道了。因为这个飞机啊，它全都是直升飞机作为舰载机的，它不需要跑道啊。但是直升飞机的作战能力、作战半径。它就比较弱嘛，它肯定没有那种滑跃起飞的飞机作战能力强。因为这个航母建造年代实在是太早了，1970年那时候设计的嘛，到现在呢肯定是这种落后了。现在好像世界上只有美国 F-35那个是垂直起降的飞机，我们国家还没有垂直起降的啊。然后美国那个航母呢都是弹射起飞的。
我们国家都是滑跃起飞啊。滑跃起飞有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它，不能带更多的燃料和更多的武器，因为弹射嘛，依靠第三方的力量，你就可以带更多的油和更多的导弹出去，作战能力就强。现在我们到舰岛上看一看，现在就上舰岛参观了啊！哇，舰岛一共有8层呢，这上面有非常多的天线，各种雷达。从这边是入口，这边是出口，单行线啊，它都给规划好这个游览线路了。前面是舰岛了，终于到达这个舰岛的位置了。这里面也是全是各种仪器啊，跟刚才的指挥室差不多，也全都是这些仪器，各种雷达。航行的这些监测仪啊，这里的视野比较好啊，你看，站在这窗户跟前，甲板上的情况看得非常清楚。这里是航空指挥室，这应该是指挥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地方吧，因为这里的视野是最好的，而且它就靠近甲板这一侧。从这里出去吧。哇！还可以往前走呢，小森，哦，这里视野真好啊！你看咱们改装的辽宁舰，这个前面它就是一个跑道嘛，飞机从这里就起飞了，但是它这个前面放满了各种的武器啊。然后我们的那个航母呢，这个后面是降落区嘛，它这也是一个降落区，但是上面有好多这个圆圈的直升飞机降落的点。现在去看船头的驾驶室了啊！哇，参观驾驶室也是有很多的机器的。哇，小森你怎么都坐这儿了？这是舰长的位置呢。舰长那个每次航行起航的时候，他就在这里发号施令，说起航，然后就鸣笛，船就开始就往前进了啊。哇，这里的视野也是最好的，你看，直接就可以看到前面的甲板。大家老师，你也感受一下船长的位置，舰长的位置。我也感受一下发号施令的这种感觉。好，给我全速航行。是老大。真的，在这个地方的都是船上的领导啊，估计。你感受一下老大的鸣快乐。笛起航，全速前进。前进。我不是故意的。飞机在航母上降落跟在平地上降落是不一样的。在平地上呢，我们慢慢的减速，在跑道上滑行就停住了。但是在航母上呢，反而要加速，因为在降落的时候，那个飞机尾部会放一个钩子出来，这个航母上有阻拦索，要用钩子勾住那个阻拦索，飞机才会停下来。如果勾不住的话，这个跑道太短，飞机就容易掉到海里面去。它之所以要加速，就是说万一勾不住的时候，它可以重新起飞，然后再重新降落啊。如果速度慢的话，它就飞不起来了，就掉海里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加速的原因。降落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飞机从那么快的速度被这个阻拦索勾住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就降为0了。哇，你知道这一瞬间对那个飞行员的要求有多高吗？就是突然之间那些所有的血都冲到脑门上，如果是身体素质不好的人，直接就休克了啊。所以这个航母的飞行员要求很高的。航母就参观到这里了啊，但是它这个园区里面呢，还有导弹驱逐舰停在那里，也可以参观的。你看那天上呢，还有一个三角翼，也可以坐上去，在空中游览啊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天津，今天和小申啊去天津这个极地海洋公园玩一下。这里面有海豚呀、海狮呀、海豹呀，这些很多的海洋动物啊，都是难得一见的。走吧，进去看一看。这里就是售票处，看一下门票多少钱啊？全价票290，儿童票199，儿童指的是1米到1.4米的啊。老人票150，大学生票199。
我跟大家说，提前1天在网上买有优惠的啊，现场买就是290。它这是室内的海洋馆啊，超大的一个馆。从天空中看，这也像一个海豚。从这里是入口。哇哦，3个海豚跃出水面啊！又来一个。进来以后，我们先来看海豚表演了啊！哇，这个场馆非常大，但是全都坐满了人了。你看这座位上，啊，没有空隙啊。然后我和小生呢，只能站在这个栏杆这里看了啊。栏杆边上都站满了人了，一会儿连栏杆都站满了。啊，这人也太多了吧！还好，这是我最期待的这个海豚表演啊！哦，哇，又跳一次！每次海豚一跳的时候，现场观众都哇那个声音。海豚和饲养员互动呢，这是，这个海豚都肚子朝上啊！哇，还要顶上面那个球。哦，哇，把气球都顶到观众席上去了，你看，看看这个气球，哇，这么高吗？表演结束了，太精彩了啊！它全天有好几场表演了，错过这场可以看下一场。然后我们再去看看别的动物。现在到企鹅馆看企鹅了啊！南极阿德利企鹅这是，哎呀，企鹅还挺多的呀！你看这肚子圆鼓鼓的，它这外面是玻璃的嘛，可以直接就这样看到，吸引好多小朋友来看的啊！这么近距离的观看企鹅。这个企鹅寿命啊只有10到20年，但它们游泳速度很快，每小时能游70公里呢。游泳健将。哦，看这个企鹅还有编号呢。岸上也站着2只企鹅，它们就静静地看着别人游泳。这是一对儿吧？这个是海狮。哎呀，一直在这里和玻璃跟前的小朋友互动呢。你看，这个海狮，哎呀，做出各种动作让人拍照。这海狮挺萌萌的，这几个海狮还挺配合的，一直跟这个小朋友互动，被他们吸引在这里都不游走了。这海狮挺萌的，长得萌萌的。这个是白鲸表演，哇，也是围了一堆人啊，挤得水泄不通。这个白鲸好大呀，人和白鲸互动，哇，好浪漫的感觉。白鲸推着这个人在走啊，还一直在旋转。鲨鱼的，哇，看看这么多鲨鱼呢，这跟我印象中那个大鲨鱼不太一样啊，这是小鲨鱼，估计还没有成年呢吧，游过来了，看看鲨鱼的那个嘴，从这下面看看它的嘴巴，哇，这鲨鱼可以吃人的。他说这个是不好看的。看这个鲨鱼上面很多点点，这个是豹纹鲨。真吗？豹纹。看你，小生快看，这里有这一排的这小鱼呢，啊，这五彩斑斓的这鱼还挺好看的啊，5颜6色的。这里拍照也好看。看这俩鱼亲嘴呢，在这儿，我去，你俩干啥呢？这大白天就亲嘴，这么多人看着呢啊！哎呀，你看小生老拍人家这鱼亲嘴儿。这个鱼有毒的啊！
这只能观赏不能吃。这个鱼把自己搞得这个圆鼓鼓的，它一生气的时候还会更鼓成一个气球一样的，感觉要爆炸了似的啊！现在我们又到了水母馆了，哇，这里面全都是水母啊！大家看这个水母它是透明的啊，是这缸里面打的什么颜色的灯光，它就变成什么颜色了。靠近一点看看，你看全是透明的。还有飘带在下面。啊，反正还挺梦幻的感觉。这里拍照也不错的。看这边的水母真大个呀，这个像一把雨伞似的啊。哇，像流血了似的，这么红呢？太红了吧这？像个大滑翔伞。啊，很多触须。最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个球幕电影，就是裸眼3D 啊，就像来到了海底一样啊，遨游海底世界。哇，大家都坐在地上看的啊，这个电影适合躺着看，你看，小生也躺下了。哇，有一个鲨鱼游过来了，身临其境的感觉啊，也是包含在票价里的这个。海洋公园我们就转完了，一共3个多小时。哎呀，又能看3D 电影，还看了这么多海底动物，非常超值。好，就拍到这里了，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